我娘，一个妾室。为了提升自己在家中的地位，擅自做主，给还未出生的我定了性别男。长大后，我被指定去了太子府当伴读。我把太子当兄弟，他却想当我夫婿。我娘是户部侍郎家那的小妾，准确地说，是别人送来的小妾，为了打点关系用的工具人。我娘快生我时，刚巧遇上我爹升官，调去京城。而我娘这身怀六甲的身子，显然是不适合长途跋涉。她被留在了虞城，一同被留下的还有一个丫鬟和老嬷嬷，说是留下来照顾我娘。她一个妾室，能怎么办呢？只能听命。我出生的那天早上，我娘喊来了丫鬟，让丫鬟写信告诉我爹，她生的是一个男孩。她想，这样我爹一定会马上接他去京城，他就能母凭子贵过上好日子。可惜我娘没能如愿，信是上午送了出去，我是下午生出来的，是个女娃。但信已经送出去了，她还天真的想着，到了京城就说是丫鬟搞错了，或者是写信的先生耳背听错了，总能糊弄过去的。只可惜我爹回信上一个字都没有提及要接我娘去京城，只为我起了一个名字，陆虞，虞城的虞，多余的虞。就这样，我和我娘被遗忘在虞城10余载。好在我爹还算个人，我们每月都会收到他从京城寄来的银钱，足以让主仆4人温饱。直到有一天，京城那边终于传来了我娘等了10几年才等到的好消息，我爹派人接我们入京了。那几天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看见我娘那么开心，连着对我的口气都温柔了许多。可我一点都不想去京城，那是一个陌生的城市，连同我爹也是一个陌生的人。我喜欢在虞城的生活，悠闲自在，没有人管束。我只是一个孩子，即便百般不愿，也只能和我娘一起踏上了入京的道路。到了府里，没有接风洗尘，就连我爹都没有见到。我们是从后门进的陆府，被安排在一个破旧的院子内住下。说不难过，那肯定是假的。我脑子里想象过无数遍我爹的样子，可即便是难过，又能怎样呢？我娘一路上还担惊受怕，我这身份该如何和我爹解释？现在想来，我们的想法过于天真了。我爹会不会发现我不知道，但我很有可能会被太子发现。我这边都还没见到我爹，转头就被派去了太子府。大娘子说是给太子当伴读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去，可来的太监指名道姓的说了是陆虞，我只能硬着头皮进了太子府。这回就不是骗我爹了，成欺君之罪了。我娘这人胆子小，当场就晕了过去。我赶紧过去扶住，安慰她，是去伴读，又不是陪太子睡觉，不会露馅的。听到这，她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1年后，我再回想起这句话，真想抽自己2大嘴巴子。坐上去太子府的轿子，我盯着轿顶发呆。这屁股都还没坐热，就又搬到了太子府，也不知道我爹长啥样，太子好不好伺候。后来听下人说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是皇上要给太子殿下找伴读，但来来回回换了好几拨人，说是太子都不满意。最后轮到了我爹这大娘子，怎么舍得让自己马上就要科举的宝贝儿子去给太子当牛做马呢？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就想起来我这个被遗忘在虞城的小儿子。轿子盈盈落地，抬头时，太子正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回到陆府，我爹都没迎接我，到了太子府，倒是被太子亲自迎接了。太子殿下长得和虞城的公子哥不太一样，好看的不像话。这是我脑子里首先蹦出来的想法。乌黑深邃的眼眸紧紧地盯着我，白皙透亮的皮肤透着棱角分明的轮廓，
那双眼睛像是会说话一样。我被盯的脸上不自觉地染上了一层薄薄的红晕。他只是站在门口看了眼我，对着一旁的太监点了点头，就进去了。我像个下人一般，跟着丫鬟到了安排好的住所，就这样住进了太子府。住进去大半年，我才从太子口中得知，前面陪读的都是朝中重臣的子嗣，那些人都是等皇上退位后，极大可能成为他以后的左膀右臂，所以安排和他相处一段时间，彼此熟悉。最后到我这，招的可就是真的伴读了。起初我还收敛着性子，怕给陆府惹祸，除了必要的接触，都尽量躲着太子。后来我发现他不光脸蛋长得极好，性子也是极好，从未对我黑脸。就连我将墨水打翻在他书写了半日的帖子上，也只是皱皱眉头，重新写了一副。自那以后，我便毫无负担地整日与他厮混在一起。他性子这般好，以后一定会是个好皇帝。记得有次钓鱼，我失足落水，他想都没想就跳下去救我。其实我会游泳，只是他在我掉下去的瞬间就跳下去了，也不等我开口。只是救我上来时，俊美的脸红得不像话，倒是平添了几分魅惑。若不是我此刻是男儿身，倒真想亲上去。太子比我年长几岁，他这个年纪正是年轻气盛时期，可他对女子是一点都提不起兴趣。皇后为了明年选太子妃，找了几个暖床的宫女，想教太子床榻之欢，却被他统统赶了出去。女子无趣得很，整日的柔软不能自理，还没陆羽好玩。这是他的原话，我听到后战战兢兢，生怕他发现我也是女子，也怕皇上觉得太子不正常，有龙阳之好，拿我兴师问罪。我是非常希望太子能沉迷美色的，他平时也没个玩伴，没事尽找我。好几次我在屋内唤束胸，他突然闯进院里，把我吓得够呛。可他开窍的着实晚，比他小上1、2岁的皇子们都收了好几个通房。可他整日除了处理政务，闲暇时间就是跟着我玩钓鱼、玩蛐蛐，有时候还拉着我去戏弄下人养的小黄，像个顽皮的孩童。我娘原以为我很快就会回去，却不想我这一待就是大半年。有次我告假回府，他拉着我哭哭啼啼，不停地道歉，说不该为了自己谎报我的性别，不然按女子的年龄，我都可以嫁人了，是他耽搁了我。我一点都不怪我娘，若不是成了男子，我还不知道日子还可以过得这般舒爽。潇洒了这么多年，日后受点苦也是我应得的。太子殿下自从春季狩猎场回来以后，就开始心神不宁。陆羽，我是不是该找女人了？太子这人也是好笑，这话问我作甚？他该去找他母后，我又没权利给他安排女人。太子殿下，您终于想开了。我喜上梢头，终于开窍了。顾皇后已经找我暗暗打探了不知多少遍了。若是他再不开窍，那皇后怕是要以为他儿子这方面不行了。收起你那呲起的大门牙，瞅到我了。不知道是我表现得过于开心，还是他到了叛逆期。太子没了原先的好脾气，带着点怒意凶了我。他气个什么劲？我这不是替他开心吗？终于要迎来人生中的第一炮了。春天果然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。我非常贴心地跑去和皇后通风报信，皇后的办事效率果然是高。第2日就送来了4个女子，分别叫春困、秋乏、夏盹、冬眠。皇后娘娘真有文化，字字不提叫，却个个都含叫。4个宫女姐姐漂亮的让我嘴巴流下了不争气的泪水。我盯着他们猥琐的样子，被太子尽收眼底。
他异常的不耐烦，也不知道在狩猎场发生了什么。太子殿下从那回来以后，脾气差了不少，而且这么多貌美如花的女子不看，他老盯着我干嘛？当天晚上，太子挑了一个与我有些相似的春困进了他那屋。这回我真是有100张嘴也说不清了。第二日，春困顶着大大的黑眼圈，一脸怒气地出了屋。我蹲在门口，忍不住感叹：太子好强，看样子是一晚上没有休息。哪知太子紧跟着跑出来，冲着女子喊道：胜负未定，你跑什么？把棋下完再走啊！造孽啊！狗太子拉着春困通宵下了一晚上的五子棋，难怪一脸怒气，换我都该掀桌子了。后来下盹、秋伐、冬眠，明的琴棋书画，暗的下药勾引，全史上都没成功圆房，最后换来了我被送回了户部侍郎府里这个结果。太子不行，怎么让我承担后果？离开太子府那天，是一个快40的男子来接的。管家来接我了，太子殿下保重。我对他抱了抱拳。那是你爹？他黑着脸看着我。这不能怪我，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我爹。我只能尴尬地笑笑。从小跟着我娘在虞城长大，刚来京城都没瞧见我爹，就被送到您这府里。托太子殿下的福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着我爹呢。太子看我的眼神复杂了起来，有一点同情，又有一点可怜。他一定是想多了，我可太喜欢在虞城的日子了，巴不得一辈子都不用见我爹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去太子府镀了层金的缘故，这次回陆府，家里的人都到齐了，站在大门口迎接。我娘被挤在最角落，她想朝我挥挥手，又怕抢了主母的风头，只能缩着手悄悄地跟我挥手。旁人不知道，以为是我完成使命光荣下岗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皇后娘娘是怕我误了她儿子的性取向，把我赶出去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太子殿下有面子，我更有面子。我爹瞧了瞧我，先是斥责我娘在虞城没有将我养好，都16岁的年纪，个子还没他高。我瞄了眼旁边的哥哥，我只勉强到他下巴，的确是矮了点。不过也不能怪我娘，我若是长得同哥哥那般高，那以后可真的该找不到夫婿了。我娘听见我爹的责骂，低着头不屑地努努嘴，我知道她现在心里正在骂我爹。自从我被送去太子府后，我娘对我爹就完全失去了兴趣。只要不克扣他月钱，爱怎么骂怎么骂，他全当是条狗在放屁。他现在是比我更想回虞城。在虞城，他是老大，加上下人，我们3个都得听他的。在陆府憋屈了大半年，他整个人都快抑郁了。晚上，我的房内被贴心地塞进了一个暖床丫鬟。我和他大眼瞪小眼，他不动，我也不动。最后我熬不住了，钻进被窝睡觉了。他被我安排睡在地上。为什么我不跟他睡？因为我怕他发现我没有弟弟。为什么让他睡地上？因为我脑子正常，哪有让自己受苦的道理？我又不是庙里的大佛。第二日，丫鬟走了以后，我才知道那是顾皇后送来的。得了，这下好了。我和太子殿下的事是真的说不清了。为了摆脱嫌疑，我时常留宿烟花柳巷，结果被我爹以败坏家风的由头抓回去，塞进了书院。也不知是哪个王八羔子告的状，可我爹到底是老了，他忘了我生于虞城，那可是每年科举前3甲必中一个的城市。第二日，我就被教书先生亲自送了回去。老夫能力不及，还望大人另请名师。要不是因为先生态度诚恳，毕恭毕敬，我爹还以为是我朽木不可雕，被先生嫌弃送回来。
其实，在虞城时，那边的教书先生就总劝我去参加乡试，考取功名。我娘怕我身份暴露，一直不肯让我去。我爹听完先生的话，笑得异常开心，觉着我是难得一遇的天才，陆家今后能在朝中站稳脚跟了。完全没瞧见旁边的大娘子脸黑的，我在一旁就是再傻也瞧出不对劲。我爹一走，大娘子就拉着我去谈话。谈判的最终结果是，他出钱，我继续浪，但他得保证我爹不揍我。我这头刚准备当个纨绔子弟，那头就被太子殿下从女人怀里拽了出来。太子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那么闲，还有功夫来找我？成日沉迷美色，作为昔日好友，特来劝诫。我信你个鬼！我看你是喜欢我。被灌了点酒，我口无遮拦。他被我这句话噎得面红耳赤，不知道是气的还是被说中急的。陆瑜，压着声音叫了声我的名字，我知道他生气了。从那以后，太子殿下就再也没有来找过我，这反而让我有一些想他，也想在太子府的日子。陆瑜，你看我钓的这只鱼。陆瑜，你怎么娘们唧唧的？陆瑜，你喜欢吃这个糕点。陆瑜，送来的姑娘还没你长得好看。陆瑜，你为什么是男子？太子话很密，但下人却都说太子严苛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小小年纪颇有帝王气势。我一度怀疑自己和下人们见到的是不是同一个太子。殿下，为什么府里的人都很怕你？我喂一糕点到嘴里，否着脑袋看着他。殿下见我这女儿家的样，嘴角抽了抽。你为什么不怕我？他脾气那么好，再生气也只是凶我一下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因为殿下是一个好人，至少对我很好，除了好人没别的了。他提笔写下一连串的字，我在一旁一边研墨一边思考。还有长得好看，女子才在意样貌，男子喜欢听到的夸奖是才华横溢，能力出众。宣纸上明明因我夸他好看停了笔，墨汁是染了一大片，可他嘴里却还说不喜欢听这夸奖，口是心非。我是小，又不是傻，何况我读书一点都不比太子差。我想回虞城，特别想，抓心挠肝的想。不对，我不是想回虞城，我是想太子殿下了。我想找人诉说，却找不到能倾诉的人。平时安慰我娘的时候一套一套的，现如今安慰自己，却只想拿绳子往脖子上一套。好在熬了3个月，那冒出来的情愫被时间一点点压了下去。我娘跟我差不多，她不习惯京城的生活，10几年的幻想破灭了，满脑子想的都是什么时候回虞城。我们俩都魔怔了，每日坐在院里发呆，他想他的，我念我的。一道圣旨把我拉回现实。小太监夹着嗓子念了什么，我根本没听清，我就听清了太子殿下要被送去敌国了，他成了质子。怎么好端端的太子就送去敌国成了人质呢？我娘晃了晃我肩膀，我才麻木地接下圣旨。等太监走后，我娘就开始扯着嗓子在那哭。我消化了好一阵子，才理顺了思路。一，边疆连连失守，国库空虚，为了休养生息，也为了充实国力，皇上主动求和，送上2座城池。二，为表绝不再战的诚心，送上本国太子。三，还附带太子妃陆瑜。所以我不是男子吗？怎么就成了太子妃？我娘显然还没反应过来，坐在那可劲的嚎，好似我已经去世了一样。拿着圣旨，我一路跑到太子府，殿下早有预料，眼眸微眯着，坐在门口等着我。我冲到他的面前，拿着小刀
抵在他的小腹。这是报复我吗？报复我几个月前戏弄说他喜欢自己。他一点也没有因为我拿刀威胁而感到害怕，反而大手一挥，将我纳入怀中。这是要谋杀亲夫吗？因为心虚，我颤抖地问他这是何意。好兄弟当然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此行凶多吉少，孤特地请命父皇，让你陪同保护本太子的安全。他握住我的手，将手里拿着的木刀夺去，顺势还掐一把我腰间的肉。太子妃又是何意？为了让你能时刻保护本太子，只能委屈陆兄男扮女装了。他故意的。下人们说得对，我当初就应该和太子殿下保持距离，如今看到的才是真实的太子。突然有种80岁老人挑了60担水，顶着大太阳去村头浇菜，浇完发现浇的是别人家的无力感。从他怀里挣脱，气急败坏的样子逗笑了坐在那里的人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良心这个东西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不存在唤醒。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复杂，意味深长的薄唇轻抿着。我到底是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，看不懂这里面蕴含什么。10里红妆，3书6聘，8抬大轿，我如愿成了整个京城的笑柄。我爹即便是百般不愿，也只能硬着头皮接下这桩婚事。入夜吃醉了的太子进了房，看着坐在床边女装的我，深沉的眸底隐藏着难以察觉的情愫，微醺的目光从清冷慢慢变得灼热起来，唇边挂着温文尔雅的笑意。陆瑜拉长的尾音，散懒的声调似笑非笑。我真想给他2大嘴巴子。狗男人，自己要死还非拉着我垫背。想到一个人的心根本藏不住。他把我搂在怀里，头靠在我的肩上，细细地闻着，想推开，却被他更加用力地束缚住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我扮男子是装的，太子变态是真的。陆瑜，你胸肌怎地比我还大？他眼神迷离，双颊绯红，嘴里满是尚未消散的酒气。我翻着白眼将人踹开，大概是醉了的缘故，他一个踉跄跌坐地上，一双凤眼苦大仇深地盯着我，说不出的委屈。我哪见过他这般表情，好似惹人怜爱的美人。即便是花心的我，也不得不承认，他是我见一个爱一个里最爱的那一个。将他从地上拉起，借着力道就将我压在床上，酒香四溢，闻得我都快醉了。太子的嘴唇沾上酒气后，平添了几分诱人，如樱桃饱满圆润。若是一口咬下，我内心还在纠结，太子先忍不住伏了下来，瞳孔猛然收紧，四肢僵硬地抵在胸前，呼吸相缠，淡淡的酒味在两人之间弥漫。良久，传来了男人平稳的呼吸声。智者不入爱河，怨种重蹈覆辙。我就是那个大怨种。3天后，我陆瑜，女扮男扮女，带着必死的心态，和太子踏上了路途。爱妃，孤渴了。他慵懒地靠在马车上，微眯双眼，嘴角带笑地看着我。我朝太子扔了扁壶，背对着不愿看他，却不巧正好砸中他的胸口。闷哼一声，捂着胸口。他说自己胸口不舒服，我摸了摸，挺舒服的。下一秒，手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擒住。这么喜欢摸？他握着我的手。太子殿下，我是男子。说这话时，我的心砰砰直跳，但面上伪装成一片平静。太子妃这演技，到了齐国，怕是第1天就被识破。那该如何？我抽回自己的手，歪着头，睁着湿漉漉的眼睛，一脸天真地看着他。我是故意的，故意勾引他。我就是想看看他清醒时还会做出出格的事吗？下一秒，
我就被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。狭小的马车内，我听见太子咚咚咚的心跳声。他表情平静，像是真的在教我如何演好一个太子妃。可熟透了的耳根出卖了他，是不是还要这样？我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搂上他的脖子，白皙带笑的脸突然敛住了笑意，脸颊蓦地红了起来，像是被说破心事的姑娘，眼神飘忽不定。最后只是变硬的点了点头。数十日的奔波如愿抵达了齐国。宫宴上，我换上了华丽的衣裙，步摇上的玉石撞击发出清脆的声响。灵秀雅致的小脸上桃腮泛红，似欲引人一亲芳泽。东边日出西边雨，小爷我是大美女。我这身装扮不光唬住了太子，就连坐在一旁的官员眼睛也看直了。陆瑜，你不是女子，真是可惜。太子看我的目光灼灼，直勾勾的，仿佛要燃烧出一团火焰，将我吞噬。我只是盈盈一笑，对着太子的耳边轻声说道：“闭上你的狗嘴，你这算盘打的，我在虞城都听到了。”旁人还以为太子与我在说夫妻之间的亲密话。他也不恼，趁着我靠过去，轻轻在我脸颊啄了一口，翻脸可就露馅喽，洋洋得意，满是得逞的表情。他以为我会生气，拜托，太子殿下这副容貌，怎么说也是我在占便宜，怎么会生气呢？倒不如趁着如今这身份，灌醉了，拿下他的初夜。殿下，敬你这种敬业精神。我举起酒杯，轻轻与他碰了碰。鱼儿叫得很恶心，下次别叫了。我还没喝多，就开始想吐了。我表情扭曲，侧眼看见太子嘴角若有若无的笑，明白他是故意的。这我哪能示弱，倒满酒，又敬了他一杯。巴山楚水凄凉地，我先干了你随意。说罢，便一饮而尽。大概是我豪爽的样子引人注意。坐在对面的男子毫不避讳地盯着我。太子妃真是国色天香，敢问太子，吴国的女子都同太子妃这般，个个都是绝色美人吗？不错不错，齐国人很有眼光嘛。若是都同鱼儿一般，那她也不会成为太子妃了。他将我搂进怀里，对着询问的人宣示主权。离席解手，没走几步便被拦住。还好是我解完拦的，不然该憋不住了。做吴国的太子妃，不如给本王当王妃。是刚才宴席上那男子。以前我觉得自己喜欢温润如玉的，后来我又喜欢太子这种一表人才的，现在我才发现自己单纯就是色批而已。这种长相文质彬彬，实则斯文败类的反差感，倒也不是不感兴趣。王爷，我怕是不行。我看了看他的脸，又将视线挪到他的下身，意思再明显不过了。不试试，怎么知道呢？轻浮放荡，这样对比起来，还是更喜欢太子这种平时正经，私底下不正经的男人。六王爷要美人，吴国送上便是，何故夺人所爱呢？太子殿下神色慢慢地沉了下去，语气克制，隐隐有不满之意呼之欲出。萧之衡，你是吴国太子，这是齐国。六王爷脸色一变，平静的话语下夹杂着威胁。为两国交好，六王爷谨言慎行。太子绷着脸，丝毫没有想让步的意思。原来太子叫萧之衡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。六王爷瞪了眼萧之眼，压着满腔的怒火，悻悻离去。你怎么知道他不行？那人前脚刚走，萧之眼就赤红着双眼问我。不知道是醉了还是怒的，脖子上凸起的青筋一颤一颤。我瞧他脸就觉得肾虚，都是男人谁不懂。我说的轻松，太子却头疼地揉了揉眉心。
若是我没跟来，若是你没，我这男子的身份怕是要隐藏不住了。我夺过他要说的话：阿恒，多亏了你。我似好兄弟一般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配上今日华丽的女装，显得格外的不协调。听见我叫他阿恒，他愣了愣，木木地说：别单独一个人，我怕保护不好你。他是不是搞错了？当初拉我下水的借口可是让我来保护他的。接风宴后，萧之恒和我被变相的软禁在了他们安排好的府邸。说着好听是派遣重兵来保护我们的安全，其实就是监视加软禁。太子殿下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趴在桌子上，无奈地看着正在专心写作的萧之恒。快了，再等等。他头都没抬，专注于笔下。这句错了。我从桌上描着他笔下的字，他手里的笔只停了1秒，又继续写了下去。等他全部写完，拿起来晾干时，殿下是故意写错的。我盯着宣纸上的字思考了一会，淡淡说道：很容易看出来吗？萧之眼看着字帖，沉默了。不容易，能像我这般聪颖的，齐国应该没2个。容易看出来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跟了太子大半年，他平日里写作习惯早摸透了，一看便知道他在哪做了设计。我说真的。他认真地看着我，表情异常严肃。我清了清嗓子，端正了态度。我能发现是因为与太子朝夕相处，换做旁人指定是看不出端倪。听完我的话，他稍稍松了口气，可又不放心地仔细看了好几遍。他有事，且是大事。我想从那些错字上看出什么破绽，但套了好几个法子都没解出来。别看了，这几日寸步不离地跟着我。他的手在我眼前晃了晃，挡住了视线。字帖被送了出去，也不知道被送去哪里。再说一遍，这几日他还未说完，我便接了上去，寸步不离地跟着您。他都说了不下10遍了，我耳朵都要听出老茧来了。次日，并没有发生什么，一切非常平静，只不过有些平静的过头。再等等。萧之恒从房内搬出好些茶具，泡上1壶茶，坐在亭子里细细地品尝。我自从被太子坑成太子妃后，原来伺候他的活事一概不干，秉承着做事一定要3思而后行的原则。1思能不能做，2思能不能明天做，3思能不能让别人来做。结果就是好好的一个太子，如今连泡茶都要自己亲自动手。夜里褪去繁琐的衣物，将整个身子浸泡在沐浴的桶中。燥热的季节，1日不洗，身子就黏糊糊的，难受得很。水沿着身体的曲线流淌荡漾，水滴顺着发髻滑落，溅起一点点涟漪。后背的发丝在水中飘逸舒展，像清晨的牡丹在太阳的照耀下逐渐盛开。我还在那欣赏自己曼妙的身姿，砰！门被萧之恒一脚踹开。他知道我在洗澡，以为我是男子，便毫无顾忌的就撞开了门。六王爷谋反，赶紧穿上衣物，趁乱出城。他想跑来将我从浴桶中捞出，才走近几步就瞧出不对劲，脸涨得通红，转过身结结巴巴说：我在外面，你快些收拾好。就关上门，站在门外等着。瞧萧之恒这副没见过女人的纯情少年样，我一边穿衣，一边忍不住偷笑，完全没有女儿家被人看见身子的慌张羞涩。出了门，本来喜欢对我动手动脚的萧之恒，把我当烫手山芋一样，想拉手又觉着不妥，最后隔着衣服抓起我的手腕，拉着我跑出府。这么避嫌，他不会真的喜欢男人吧？出府，四处都是逃命的人，
火光四起，街上躺了有许多没了性命的士兵，尸横遍野，犹如战场。六王爷真的谋反了。府外看守的士兵早已调到皇宫，无暇顾及我们。萧之衡的手紧紧拉着我的手腕，手心微微出汗，不知道是天气炎热，还是因为他过于紧张。我们小心地越过一具具面目全非的尸体，从未见过这种场景，我忍不住干呕了起来。别看，他轻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原本握着手腕的手松开，而后与我十指相扣。再不快点，等会躺在这的就是我们。他表情凝然不动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血腥味。我忍着胃里的翻滚，强行将注意力转移到四周活着的人身上，时刻保持着警惕。不远处城门大开，城门下是垒了好几层的尸体，几个叛军正与一群家奴厮杀。躲在暗处的老头哆哆嗦嗦地蹲在墙角，不敢冲出去。看来不只是我们想要逃出去。萧之衡手心紧了紧，眉头皱成一团，也在思考如何出城。等会我去对付那几个叛军，你趁乱跑出去。不等我答应，萧之衡就冲了出去。我趁着没人注意，猫着腰，借着月光照映下折射出的阴影，从一旁的城门溜了出去。方才在角落的老头见我没被发现，学着我的样子，哆哆嗦嗦的也跑了出来。老头出了城，便立马逃离这是非之地。我躲在不远处的稻草垛内，一双眼睛瞄着城门口。萧之衡怎么还没出来？身处夏季，我缩我稻草垛内，身子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寒意，手脚冰冷，不受控制的颤抖。吞了吞口水，拼命想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忐忑不安地紧紧盯着唯一的出口。四周黑的仿佛要将我吞噬，悬在半空中的心波涛汹涌，胸膛有节奏跳动，仿佛要从喉结处跳出来，喉咙透出一股铁锈的味道。萧之衡出来了，顾不上他身上追着的叛军，拨开稻草，我朝着他的方向跑去。身后的叛军挥舞着大刀，萧之衡的衣服沾满了血迹，不知道是他的还是别人的。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对付叛军身上，根本没注意到身后的我。等我跑近时，他才大吼着让我快走。我看见他肩上的伤口，断线的血色玉珠沿着伤口滑落，一滴一滴砸进了我的心头。那伤口好似划在我的心里，刺得心脏一颤一颤的抽痛，内心燃起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，眼里闪着一种陷入疯狂的烈焰，血液在身体里奔腾不休，完全失了理智。捡起地上掉落的刀剑，赤红着双目，躲过好几次挥来的大刀，找到破绽，一剑贯穿叛军的身体。那人应声倒地，一手拿着剑，另一只手拉起已经虚脱了的萧之衡，消失在夜色中。夜色开始发亮，东方的地平线上泛起一丝金色的亮光，那些亮光慢慢铺开，直至笼罩大地。隔壁的镇上，我用身上仅剩的首饰换了少许银钱，又去裁缝店买了2套现成的衣物，将萧之衡身上的衣物褪去，露出结实的胸膛，肩上一道混着深色血液的深痕刺痛我的神经。按照大夫的指示，清洗伤口，更换药物。萧之衡不出意料地发起了高烧，眼神迷离，苍白的面孔上透出一股青灰之色，胸膛起伏不定，断断续续地喘息着。细细的汗珠从他的额头渗出，脸庞因痛苦而扭曲，好似承受巨大的折磨。这场高烧整整烧3天3夜。第4日，高烧退去，伤口逐渐愈合，没有感染化脓的迹象。萧之衡醒了，他要再睡下去，我都弹尽粮绝了。
原本苍白的脸有了一些血色，他半眯着眼看了看四周，周围的客栈知道皇城混乱，坐地起价。我没那么多钱，只找到一座没人的破庙，越往后我的声音越小。没事，只是皮外伤，这几日辛苦你了。靠在破旧的柱子上，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胸口。我捂着胸口呛声，收起你猥琐的眼。我没想到陆鱼还可以是鱼水之欢的鱼。他靠在那闭上眼，嘴角笑得都快咧到耳后。收起你那呲起的大门牙，丑到我了。我将原先他凶我的那句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。他听后反而笑得更欢了，肩膀不停抖动，因为扯到正在结痂的伤口，又痛得龇牙咧嘴。活该。所以，陆鱼，你为什么不是男子？他轻飘飘地说着，嘴角的笑意没有褪去，依旧闭着眼靠着柱子。我将事情的原委全部告知。他听完后睁开双眼，严肃认真地盯着我，一字一句：我们是拜过天地的夫妻，你可不能耍赖不认。我没打算赖掉，可嘴贱的想逗逗他，这怎能当真呢？这句话刚说出口，方才还气定神闲的太子下一秒眼尾泛红，潮湿的眼睫遮住了他眼底的神色，略带沙哑的嗓音带着轻颤，吸了一口气。半晌，陆鱼，你当真不喜欢我？眼眶微红，苍白的脸上全是委屈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他这副惹人心疼的模样，我哪还舍得逗他？都快要被自责淹没，连声音都透出些局促慌乱。全然没看见低着头的男人嘴角露出得逞的浅笑。跟着太子混，3天饿9顿。他谋划了大半个月的逃跑计划，硬是没将我们跑路时需要银钱这事算进去。我俩靠着典当身上觉得贵重的物品，苟延残喘地往吴国的方向一路前行。我成了年少的小公子，他穿着别扭的女装，成了高大威猛，好似能倒拔垂杨柳的丫鬟。我倒没引起路人的注意，倒是他这身形配上女装，着实引人侧目。后来我还是让他穿回了男装，伪装成我的侍从。我们两男人行走在路上，瞬间顺眼多了。可最后还是没钱了。从昨晚开始，我便没再进食，饿得前胸贴后背。萧之恒更惨，从昨日开始就只喝水，其他食物都给了我。太子与我这辈子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。阿恒，我们不会饿死在路上吧？萧之恒前几日肩部受伤，加上最近伙食总是饥一顿饱一顿的，脸颊肉眼可见的消瘦。我再心疼，也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。不会的，他笑着摸了摸我的头，从怀里掏出一枚玉佩，估摸着只有半个巴掌大小，通体温润，上面雕刻着双龙细珠，晶莹剔透，乃是上品。不能，这是象征着太子身份的玉佩，怎么能将它典当了去？何况若是典当行的老板是个懂行的人，一眼便能看出这玉佩所蕴含的身份地位，这也变相地暴露了我们的身份。等回吴国你就知道，太子早已换人，这玉佩对我来说根本无用。不知是近几日饿的，还是他对于这事无奈，口气轻飘飘的，有气无力地说着这话，然后又揉着脸，笑眯眯地对我说：你也做不成太子妃了，可还愿意跟着我？我也不稀罕做太子妃，若是他愿意跟我回虞城，和萧之恒开个书院教书倒也不错。我想着，不禁对我这可行的方案点了点头。萧之恒以为我点头是愿意，低眸含笑。这倒让我来了主意，城里转了几圈，找到一家书院，在门口捡了书童不要的宣纸，挂在路边捡来的树枝上，有人看过来就同人说：代写书信。
文化人到哪总不可能饿死吧？客人倒是没招来一个，倒是招来一个脸上横着一条刀疤、凶神恶煞的中年男子。我怕是来找茬的，吓得躲进萧之恒的怀里，胆怯地看着来人，完全没了前几日手刃别人那股狠劲。主子，我来晚了。那人单膝跪在地上，对着萧之恒面露愧色。是萧之恒的部下。我疑惑地抬头看向将我搂在怀里的人。原来皇上虽然从小按太子的要求去培养萧之恒，但实际上只是将他顶出去，当做其他皇子想上位的一个活靶子。皇上实际想要立的太子一直都是苏妃的儿子四皇子。为了保护两个毫无背景的母子，先是对苏妃刻意冷落，后对四皇子不冷不淡随意放养，私下却将自己最信任的人派去保护。皇上一直忌惮着皇后的家世，功高盖主的顾将军，战功赫赫。若是皇后的亲儿子坐上皇位，那萧家的江山是姓萧还是姓顾就未可知了。表面一直将萧之恒当成未来的接班人，就连朝中的重臣也将他当成未来的皇帝，一边笼络将军府，一边讨好太子。可是萧之恒自己知道，父皇一点都不喜欢自己，他所有的慈爱、欣赏、表扬都是假的，都是违心表演出来的。这种演技也许能迷惑母后、官员，他萧之恒原来信。后来有次偷看到父皇亲昵地摸了摸四皇子的脑袋，眼里充满爱意，和看自己那种眼神完全不一样。若是没见过他也能流露出寻常人家父亲看待儿子的表情，他也不会怀疑他对自己的感情。怀疑的种子一旦在心中种下，就会一点点生根发芽，一步步剥丝抽茧，知道的自然也就越来越多。知道父皇只不过是为了他最心爱的苏妃扫平障碍，为他心爱女子共同的儿子搭桥铺路，让他们爱情的结晶继承他从兄弟那抢来的江山。知道他对母后的伉俪情深都是表面，背地里全是厌恶。好似宠幸母后这事是被将军府逼迫，自己一代帝王竟要受臣子胁迫。也知道他厌恶母，一同厌恶从母后肚子里出生的他，厌恶他身上遗传的血液有一半是将军府的，以及厌恶自己和舅舅有些相似的面容。所以从很小开始，他便学着父皇伪装自己，就连母后也不曾与他说过，一副顺着父皇安排好的路，步步掉入设置好的陷阱。吴国边疆失守只是假象，为的便是让齐国放松警惕，趁机反攻。将萧之恒送至敌国，也是为了让他们真的相信吴国国力衰弱，更是为了给即将16岁的四皇子空出已经安排好的太子之位。萧之恒此行，皇上是一心将他往死路上推，而他早在好几年前便在私下与祖父密切来往，建立起私密的暗卫组织，为的就是预防皇上日后对将军起了杀心，也为自己留一条后路。这是一批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暗卫，有些进入了军队，有些成了小小的城门守卫，有些是衙门的衙役。他们无处不在，无孔不入，他们都是战死沙场的士兵后代，为将军府提供举国上下大大小小的情报。萧之恒在这中间扮演着重要的领导角色。往后若是祖父去世，那他就成为新的领主。将军府的那些舅舅为明，他则为暗。所以你是真的拉我一起去死？我掐着萧之恒的脖子，一脸想要杀人的表情。他将我抱住，亲了口脸颊，温柔地笑着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，怎么会让鱼儿有性命之忧？你看我就算自己去死，都会让你先逃。不对，那我如果是男子？我疑惑地看着他。
我喜欢鱼儿你这个人，不管你是男子还是女子。他眼神坚定，感觉自己是个深情大美男。我翻着白眼，感觉他是真的超级大变态。往后作何打算？回京城是不可能了。消息已经放出，身穿蟒袍、面目全非的尸体，过几日就该入京了。往后便再无大皇子。手里握着象征着太子身份的玉佩，他眼神坚定地看着远方。鱼儿想去哪，我便陪你去。思索片刻，又低头看了看我，搂上肩膀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说着我想去哪就去哪，结果刀疤男过来说了2句，便起身赶赴京城。对不起。马车上，萧之恒嘴里说着歉意，眼睛却看着窗外，不安的情绪爬满枝头。皇上要废后。刀疤男刚收到的飞鸽传书是萧之恒外祖父传来的消息。其实废了也好，让皇后住回将军府吧。我拍了拍他的后背，暖心安慰。就怕父皇起了杀心，原先还忌惮着我太子之位，怕动了顾家引起反噬，到时将起兵造反，将我捧上皇位。这也是为什么皇上处心积虑的想让萧之恒死，还只能设下层层圈套，假他人之手。尤其是齐国，刚好可以用这个由头让顾家出征讨伐。战况无论胜负，对他都有利。胜了又增添领土，负了，那顾家这心头大患也便除了。连夜赶路，终于在4日后抵达。废后的圣旨已经下达，理由是谋害皇嗣。也恰好是那1日，穿着萧之恒蟒衣的尸首运进了京城。我们刚好赶上了为太子举办的国丧仪式。活着看自己葬礼的感觉怎么样？萧之恒伪装成平民百姓，站在外头围观着仪式。因为是夏季，原本就面目全非的尸体早已臭气熏天，说不定体内都爬满了蛆虫。鱼儿，你总是有一种不顾人死活的俏皮。他捏了捏我的鼻子，拉着我引入人群中。顾家已经申请告老还乡，等葬礼结束便启程。等他们安全离开京城，你想去哪我都陪着，绝不食言。他心里还记得自己失信的那句话。那顾皇后呢？废了的皇后是待在冷宫吗？在将军府，外祖父以交出兵权作为代价换来的结果。我想去看看我娘，又担心暴露，到时坏了萧之恒整盘大棋，只能忍着思念离开京城。他问我想去哪，我说当然是回虞城了，住回原来的虞城老宅，心里说不上的舒坦。太子到底还是不懂男女之事，我同他同床共枕将近1个月，他只会亲亲抱抱举高高。所以之前那些教你房事的丫鬟为什么都被你赶出去？若是不赶出去，好歹俩人有一个是有经验的。现如今俩人完全不知道如何进入下一步。夫妻之时，时机成熟，我早晚是要离开的。若是同他们有了夫妻之实，日后怀了孩子，难免牵连无辜。我们躺在床上，我枕着萧之恒的手臂，他的另一只手细心地拨开我额前挡住眼睛的碎发。那你当初就好意思把我牵扯进来？他的手臂留下了一排泄愤的牙印。那时我以为你是男子，私心想让你一直陪着我。若不是父皇一心想我死，这种荒唐事他是不会同意。他笑着看着我留下的印记，真诚地解释：现在时时刻刻陪着你可以，等你死了别惦记着拉我一起陪葬就行。毕竟我小上他好几岁，日后肯定也是他先死。自然不会，我尽量活在你后头，操办好后事再下去找你。说完大白天的拉上了被子。3个月后，我娘回虞城了。
他在老宅见到我，眼神从错愕到惊喜，再失声痛哭，双手先是将我搂入怀里，发现不是鬼魂后，不停地拍打着我的后背，嘴里喊着我这没良心的。我也想写信给他，但又怕事情暴露，毕竟这事太大了，担不起风险。最后萧之恒拿了好多钱，才让我娘不那么伤心，说是补偿他在陆府1年的窝囊费。原来我娘一直以为我也跟着太子在齐国香消玉殒了，打那起便没日没夜的在后院哭。我爹是整个脑子都被哭烦了，大娘子自觉理亏，也不敢责骂，夫妻俩躲我娘，像是躲瘟神似的。后来我娘哭累了，陆府没有我生活的痕迹，便想回虞城睹物思情。大娘子和我爹知道了，就差大摆宴席，1个时辰也不耽搁的将我娘送上马车。也还好我娘回来了，教了我许多成人知识，我与萧之恒终于算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。3年后，我诞下一子，名叫萧耿瑜，了却了我娘上半生的遗憾。萧之恒倒是被生子的场面吓坏了，发着毒誓再也不让我怀上。顾皇后也收到了我生子的书信，因萧之恒一直没跟她解释我是女子的事，她自个想破脑袋都没想明白我是如何生子的。我当了娘亲后，想起3年前没有将活着的消息告诉我娘，这个做法是多么错误。若是我的孩子没了，那我感觉好似天塌了一般。萧耿瑜3岁以后开始变得非常调皮，我每日都在我好爱他和真想掐死他之间反复横跳。好在萧之恒情绪比我稳定许多，总会耐着性子和孩子沟通。我们一起陪着孩子长大，又一起伴着彼此变老。